好了，大家，我現在面前的是蘋果剛剛發布的全新 iPhone 17E 粉色版本，我們一起來開箱看一下。1、2、3，當當！雖然說粉色版本我在上海已經看過一次真機了，但是再次看到依然覺得很好看。然後呢，我們把機器拿出來，下邊有一根編織的雙 USB-C 的數據線，一個 SIM 卡針，然後我們給它撕膜。我認為這款手機的後蓋設計啊，在現在 iPhone 的陣營裡，應該是和 iPhone Air 就僅從背板上來看啊，和 iPhone Air 並列第一的好看。今天的視頻呢分成3個部分，分別是升級點，然後對比 iPhone 17以及購買建議。我們快速說一下7個升級點。第一個，粉色外觀，這是一個很漂亮的配色啊。iPhone 17它獨特的魅力就在於，雖然說這款手機在 iPhone 產品線中呢算是一個入門級的產品，但是它的設計、做工和質感是完全不輸 iPhone 17或者 iPhone 17 Pro 的，甚至要比 Pro 好看很多。粉紫色大概是过去幾年全球最受歡迎的手機顏色之一了。蘋果從 iPhone 12開始呢，每年都有類似的配色。我快速帶大家過一下，這個是 iPhone 12的紫色，整體上來說呢，會紫色更濃郁一些，對不對？飽和度比較高。然後我們來到 iPhone 13啊，我手裡這是 iPhone 13 mini， 它這款呢其實就已經粉色偏多一些了。接下來呢是 iPhone 14，然後我現在給大家展示的這個呢是 iPhone 14 Plus， 從粉色又回歸了紫色。大家注意，這3款它們都是光面玻璃的後蓋。然後當時間來到 iPhone 15 Plus， 從這代開始，後蓋工藝得到了提升，改成了那種非常細膩的磨砂材質。從這一代開始，蘋果 logo 從前代的銀色 logo 變成了和這一代顏色相匹配的這樣一個彩色的淺粉色的 logo。然後這裡應該還有一個 iPhone 16 Plus 那個粉紅色，但是我找了半天沒找到粉紅色啊，我們直接來到 iPhone 17的淺紫色。這一次的紫色呢，好像香芋紫或者薰衣草紫會更濃一些，延續了15這代的設計，也就是說鏡頭接梯這個位置，它的色彩會比後蓋稍微更濃一點點。然後我們來到了最新的今天的視頻主角 iPhone 17E 這一代呢，除了它採用了細膩磨砂後蓋，除了它採用了一個帶色彩的蘋果 logo 之外，如果說從顏色來看，我覺得它其實要和當年的 iPhone 13比較接近，它比 iPhone 13要更粉一點， iPhone 13呢要更偏淡白淡黄色一點。第2個升級，超瓷晶面板2。目前 iPhone 17系列的一個獨佔功能啊，抗刮性能較前代提升了3倍。我的 iPhone 17 Pro 使用了半年時間，目前一個劃痕都沒有出現啊。從我的使用經驗來看，確實提升明顯。另外，我有一個感受啊，就是 iPhone 17這一代它的顺油層耐久度好像提升了，用了半年，我的屏幕依舊絲般順滑，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體驗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同的感受。第3個升級 ，A19 芯片 iPhone 17同款，性能非常強劲啊 ，CPU 和 iPhone 17水平接近，但是 GPU 呢要比 iPhone 17弱一些。游戲實測。原神極限畫質跑圖測試 ，iPhone 17E 的平均幀率呢要比前代提升了0.7幀，但注意幀率穩定性有明顯的提升。遊戲平均功耗呢下降了12%，和 iPhone 17相比 ，iPhone 17E 的功耗明顯還是要更高啊，發熱也要更嚴重。第4個升級 CX 基帶，這是蘋果自研基帶 C1 的一個升級版本。前代 iPhone 16E 它在5G 下的最高下載速度呢大概是在500到600兆左右吧，沒有辦法跑滿1000兆網速。那麼 iPhone 17E 它的 CEX 實際測試表現如何呢？500、600、700、800、890、900、920、960、970哦，975已經非常接近1000這個網速了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這一次它的 CEX 在下載速度上確實要比之前的 C1 明顯快了不少啊。中國電信的數據卡，我放在 iPhone 16E 裡呢，它就顯示的是5G 信號。然後我現在把這張中國電信的卡插到 iPhone 17E 裡，它就變成了 5GA 網絡。第5個升級 ，iPhone 17E 是第一款同時支持實體 SIM 卡和 eSIM 的國行版 iPhone。你可以在3個卡位之間自由組合，那最多呢是使用2個卡號。然後我現在想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海外版本的 iPhone 一樣，可以從其他的 eSIM 手機中把這個號給它吸過來。設置蜂網絡，我們選擇其他選項，從附近的 iPhone 轉移，看了嗎？我如果選擇這個，它這時候就會出現轉移電話號碼。我來試一下啊，1、2、3，走你！哇，難道說它可以在2台 iPhone 之間互相傳輸了？哦，不行，
那隨着 Apple Watch 的 eSIM 拉開大幕 ，iPad 的 eSIM 去試水 ，iPhone Air 手機版 eSIM 破冰，而到這一代 iPhone 17E 去跑通這個流程，我們可以幾乎確定，明年的 iPhone 18系列基本上就是實體卡槽加上 eSIM 的一個組合了。那希望再過渡1年，能夠徹底幹掉實體卡槽，這樣電池容量就可以和海外版本一樣大了。第6個升級 MagSafe 磁吸，這是去年 iPhone 16E 的一個不足之處啊，今年補齊，不僅解鎖了磁吸充電，還解鎖了磁吸卡夾，解鎖了磁吸手機穩定雲台，解鎖了磁吸脖掛，解鎖了磁吸水壺，解鎖了磁吸手機支架，解鎖了磁吸散熱風扇，解鎖了磁吸车載支架等一大堆非常有趣的配件，甚至還解鎖了此前 iPhone Air 所獨佔的官方無線移動電源。因為它單鏡頭的設定啊，所以說這一次蘋果推出的這款超薄無線電源也可以給它使用。這款移動電源，你別看它的容量不大，但是我之前測試過，這是目前給 iPhone 在市面上充電最快，也是充電效率最高的一款無線移動電池。第7個升級，標準版存儲來到了256GB，我相信這應該是今年最實用的一個升級。就對於本身預算就比較敏感的用戶來說，這次標準版相當於一步到位了。之前如果選擇升級到256GB 版本，可能要貴了小1000塊錢，那麼用戶就會在數字系列和 E 系列之間糾結，現在完全不會了。說完升級，今天視頻的第2部分，我們聊聊這款手機和 iPhone 17之間的選擇。今年 iPhone 17啊，迎來了宇宙級的更新啊，可以說把這2個系列的差距再次拉開。E 系列和數字系列之前其實就有不小的差距。去年 iPhone 16E 評測廚的刀啊，那期視頻裡我已經非常詳細的進行了對比了，歡迎大家回看。從一個特定的市場空隙中精準的劃開一個缺口，寒光閃過，定睛細瞧，赫然寫着3個字：廚的刀。這2個系列的差異呢，包括首先數字系列啊，它擁有一個更舒適、更平滑的邊框手感，超廣角鏡頭呢帶來一個更出色的視頻拍攝能力啊，帶來了微距拍攝能力，帶來了景深拍攝，帶來了空間內容的拍攝能力。iPhone 17E 也缺少了數字系列超級好用的調色盤，自然也就沒有今年大受歡迎的珠光人像色彩。iPhone 17呢還多了一枚單獨的實體機械按鍵，加上更長的續航，這些優勢都是去年就有的。而今年的 iPhone 17在去年的基礎上呢，屏幕變大到了6.3英寸，邊框變窄啊，正面是超美的，支持全天候顯示屏，甚至還支持了高刷新率，支持 Pro 級別的屏幕亮度，還支持新增加的超好用的 Center Stage 橫豎雙向廣角前置鏡頭，因為這個前置鏡頭還支持了前後同路功能。再然後售價呢還卡在這個國補之內，剛好又能滿減500。目前線下經銷商疊加國補，我看到實際入手價格大概在5099左右。說真的，經歷了這麼多年新品開賣，去年9月是我第一次看見說 iPhone 的次旗艦開賣之後一貨難求，要等1個多月才能拿到機器這樣一個場景。反觀 iPhone 17E，那結合去年16E 的經驗，疊加國補，我推測 iPhone 17E 最終價格大概會穩定在3700元左右，和 iPhone 17大概相差1300塊左右吧。在我看來 ，iPhone 17和17E 兩款產品的體驗差距，其實要遠遠超過這1000多塊錢的差價。如果你追求性價比，那我可以明確告訴你 ，iPhone 17就是今年性價比最高的 iPhone。沒錯 ，iPhone 17E 它性能出眾，手感精緻，但是抱歉。今年是 iPhone 17年。今天視頻的第3部分，誰適合 iPhone 17E 呢？首先，3700元剛好是安卓手機次旗艦廝殺的價格段位啊。如果你有4000塊左右的預算，你想追求更豐富的鏡頭焦段，想追求更全面的遊戲性能，或者想追求更長久的續航表現，那麼安卓陣營呢有很多出色的產品可以選擇。iPhone 17E 最適合2個群體。第一個群體呢就是備用機用戶啊，有一台主力旗艦機，比如說一台安卓旗艦，但是呢想用最低的價格去接入 Apple 生態，這個時候 iPhone 17E 就是超越安卓次旗艦的存在。一台小小的手機就能解鎖一整個生態世界啊！你可以連接 Apple Watch 去測量身體健康，你可以解锁 AirPods Pro 的空間音頻、心率監測在內的全部功能，你可以實現和 Mac 之間系統層級的聯動。加上這本身又是一台輕巧便攜、顏值好看的無負擔精緻小手機，那麼對於這部分用戶， iPhone 17E 很適合。第2個群體自然就是手機的輕度用戶，比如說生活重心壓根就沒在手機裡、沒在網絡上的年輕用戶，只靠一顆單鏡頭也可以完美的記錄美好的生活。另外呢，可能就像爸媽長輩這樣的用戶群體，我曾經有一次就在路上走着，突然有一個阿姨就焦急的把手機遞給我，我不認識我啊，她說小伙子能不能幫我一下，我手機中病毒了，屏幕上有廣告，無論如何退不出去，來電話我都接不起來，給他急壞了。就問我能不能幫他關閉這個廣告。其實這些用戶雖然都是輕度用戶，但是這一個輕字
反而意味着更高的要求。輕意味着手機用起來要足夠的簡单，輕意味着手机用起来要非常穩定，輕意味着手机用起来要非常安全。所以看起来轻描淡写的需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身邊這樣的用戶很多很多。隨着 iPhone 17E 的發布 ，iPhone 這個週期內的4款產品布局完成，你會發現 Pro、Air、17和17E 4款產品，它們保持着各自的風格賣點，目標用戶卻完全不重疊。這4款產品組合在一起，成為蘋果的超強 iPhone 陣列。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我繼續去做 MacBook Neo 的視頻了。我是鍾文澤，我們筆記本的視頻再見。